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赵说钱频道。要不要投资零成本的指数基金？指数基金的费用率已经很低了，低至0.03%。但是富达公司在2018年发行了4只零成本的指数基金，费用率甚至低于以低成本著称的先锋集团的指数基金。投资者不用任何费用去购买这些零成本的基金，没有任何隐藏费用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基金需要基金经理来管理，基金买卖需要花费，华尔街会免费为客户打工。这些费用从哪里来？会不会拿着我们的钱跑路？我们能不能放心的投资这些零成本的基金呢？今天我就跟大家讲明白。富达公司是一个美国证券交易所注册的资金管理公司，不会冒着丢掉执照的风险拿你的钱跑路。对于资金管理公司来说，钱是它最重要的生产资料，怎么把你的钱弄进来是他们首要的任务。零费用很可能是它的销售策略，就像感恩节黑色星期五的打折销售或者免费赠品是一种广告花费。等你的钱买了他的基金，他还有很多种方法从这笔钱中赚钱去弥补基金费用。富达公司有很多收费较高的主动管理基金，许多人钱进来除了买零成本的基金，还买其他费用较高的基金。即使只买零成本的基金，它也能赚钱。它可以出租你持有基金里的股票，给那些做空的投资者来赚利息。另外，你的账户里总会有没投资的现金，它可以把你的这些现金带给用杠杆的人。比如说马金，你如果购买货币基金，费用率普遍很高，大于 0.4%。是指数基金平均费用率的10倍以上。另外，他们跟踪自己的指数，这样就避免交指数版权使用费。还有，他们跟踪指数有一定的误差，不完全按照指数的权重来买。这样的话，他们从跟踪误差中也能赚到钱。很多跟踪误差远超过基金费用率。如果他们交易很频繁，基金交易中产生资本增值和股息，投资者需要交税。他们还可以给你提供投资顾问来帮你管理基金，收取佣金。他们在这些方面赚到的钱远远超过基金的费用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以后一定会有负成本的指数基金，就是这些基金公司给你钱去投他们的基金，就好像现在很多银行给你600至900美金，让你在他那儿开一个账户。作为投资人，我们要不要投资这些零成本的指数基金？对投资者来说，当然费用越低越好。但是投资者要关注他是否拿你的钱去做些高风险的投资，是否频繁操作。由于这些零成本公司上市比较短，不确定性也很高，研究一下它的费用历史，看看它是不是以后费用会涨，然后一定要计算它的总费用是不是比先锋集团的指数基金更低，看看它10年以上的收益率是否比先锋集团更高，综合以上考虑再决定是否购买。因为富达集团的零成本指数基金只对美国的个人投资者开放，而且只能通过富达公司的交易平台交易，所以也一定要知道这些限制。如果你换到其他资金管理公司的话，这些基金还需要卖掉，因为其他公司不能管理这些基金。我们来看Fidelity 的几个零成本的指数基金。第一个是 Fidelity Zero International Index
FZILX。为什么它的投资策略是非美国的中市值、大市值的股票？Morningstar 评估3星，然后我们来看它的turnover rate 是6%，有点高。它的 performance 我们看它的长期 performance 它的只有6.63，然后它 index 6.27，比 index 好，但是这个长期只有6点多是有点太低了。然后它的所有的基金比较，但是并不是很好，这是排名58%，top 58%，有点低了。然后我们呢看它的5年以上的阿尔法0.21，感觉还可以。这个阿尔法就是它的收益是超越它跟踪的指数的超额收益。这个贝塔呢是相对于它跟踪的指数的波动情况，1.02，稍微波动大一点。然后 Sharpe ratio 是单位风险的收益，根据风险来评估你的收益，就是越大越好。它的这个 Sharpe ratio 0.5有点低了，甚至低过 index 的。Standard deviation 是18%，也高于它跟踪的指数。我们看 Large Cap，就是 Fidelity Zero Large Cap Index， 这个类似于标普500指数。这个 index 是指 Morningstar 的US Large 和 Middle Total Return 这个指数。它的同类别的呢是指 Large Blend， 就是Large Cap Blend 混合型的指数。它们相比较的 index 就大盘的 total return， 就是大盘 SP500 标普500的 total return。我们要看它的投资策略，你看它的投资策略是跟踪大市值的公司，它基金只要80%投资到这些大市值的公司里边。Fidelity US Large Cap Index 就是这个是它跟踪的指数。然后这个指数基本上也就是最大的500家公司，就是说标普500公司。这个是4星一般我们以前讲了4星5星都可以投。这是 Morningstar 最新的评估。然后看 turnover rate 很低2%，挺好。然后我们看它的收益怎么样。它的长期收益，因为它只有5年的时间，所以它的收益是15.1%，然后14.83%，不错，它比晨星的指数还好。然后看它的 risk 0.03，它就是它的阿尔法0.03，因为这有费用的关系，所以它的风险要低一点，这可能是它的费用率，它大概负0.03，低一点。贝塔稍微高一点点，还行了，都比指数要强。然后它 Sharpe， 你看它 Sharpe 是0.64，已经很好了。然后波动也都差不多18%、19%左右。然后我们看其他的费用，你看它的有这个 tax 费用，这个自己可以研究一下，它这个费用就是会产生一些费用，就是交易的问题，就说你给其他基金比较一下。因为这是指数基金，所以对于基金经理的这个管理时长呢要求不是很高，但这都5.6年还行。所以呢，这个基金感觉应该并不比这个 Vanguard 的差。所以呢，我还建议可以投一下，但是你要关注它的费用将来会不会增长就行了。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Total Market， 就是说全美市场指数情况，是 FZROX。这个 Morningstar 只给3星，所以效果应该不是很好，turnover也2%，相当比较低了。我们看它的表现怎么样呢？它是14.42，甚至比 index 还低14.83，就是说不是很好。然后它的 rank 并比只有 top 42%，有点差了。然后我们再看它的 risk，
我们一般都看5年，如果它有10年就看10年的，没有10年看5年的。负0.85，这差别也忒大了，就是说它比跟踪的指数基金收益还要更少，这个有点高了，甚至比晨星的指数还低，波动也大。然后它的 Sharp 0.6，甚至比晨星的指数还差，波动也大，然后标准差也大。好，看到这就基本上决定不是很好了。所以基本上那个 Morningstar 只要给3星呢，基本上我是不会投的。那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是 Extend Market 的，这个 turnover 7%，有点高。你看它的 portfolio 都有哪些东西？因为这个都是除500之外的，就是中小盘股，所以它的波动可能会非常大。让我们看它的 performance， 10点多 ，index 8点超过 index，但是它的排名40%有点太差，所以你这个总收益5年10%，但是比那个大盘的large cap 的 index 要少很多，所以也很一般了收益。然后我们看它的风险，你看阿尔法负5.89，太多了，贝塔1.17波动太大，然后 Sharp 只有0.34， Deviation 3有点高，所以基本上再是要3星的，你看一下这就没有投资动力了哈。这还有 tax 花费，但是其他方面表现一般，所以我都不用看了。但是基本上是跑不过大 cap 的除非以后风向改变了，对这些中小板股有益的话，也许它会变得好一些。但长期来说，相对来说大盘还是相对稳定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讲这，谢谢，拜拜。